要的官员住宿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驿馆官员的决定，还是你们自作主张？哪来那么多问题？官府的规定你敢不听？我不听又怎么样？住手！干什么？为什么不让人进来？是朱衙的决定。大胆！包大人代天巡狩，就是为了查访民间的民情民隐。你们不让人过，是不是怕张冲张大人有什么违法的事情，不敢让包大人知道啊？不，朱衙是为了包大人的安全。废话，包大人的安全有我们，还不快离开？是，滚！竟有这等事！大人，属下认为青州衙这样做，分明是怕老百姓前来申冤诉状，这其中必有心虚之处。不，也不尽然。或许是张冲为了考量本府在青州的安全。再者，地方官吏唯恐得罪京官，也是常有之事，并不能据此妄下定论。大人，如此一来，要在青州城内查案，势必饱受束缚。还是让学生去通知张大人，撤去衙役吧。也好。田青此刻想必心急如焚，展护卫还是要他稍安勿躁，不必着急。属下明白。既然来到青州，若不前去探望柴王爷，总是失礼。将皇上所赐寿礼准备妥当之后，立即前往王府。大人，可要带婉儿同去？那是当然。皇上命婉儿前来替小王爷治病，也得先知会一下柴王爷才是啊。在此，请王爷过目。本王见臣，怎当皇上如此厚礼？请包大人回京之后转奏皇上，本王叩谢皇上隆恩。是，包人定当回京转奏。柴禄，把皇上所赐贺礼收下。是。包大人。请，王爷请。包大人，这两位是？学生公孙策见过王爷。哦。原来是包大人身边的文胆智囊啊！协助包大人办案，常有奇谋妙策，本王是耳闻已久啊。王爷谬赞，学生万万不敢当。慕容婉儿，叩见王爷。免礼。谢王爷。王爷，婉儿是皇上特意派他陪包拯前来青州，替小王爷治病的。哦，皇上怎知犬子身离其政？王爷虽然连包拯都未曾告知，可是却瞒不过皇上。并非本王有意隐瞒，只是……王爷请放心，婉儿年事虽轻，却对小王爷之病学有专攻。况且公孙先生也深谙医理，
可以从旁协助，相信必能令小王爷尽去惩恶。皇上恩典，感同身受。啊，我们暂且不谈这事。你我二人许久未见，咱们叙叙旧。柴禄，在。公孙先生和慕容姑娘难得到王府里来，你去陪他们两位到院子里转转。我要和包大人好好谈谈。是。二位请。王爷，皇上命婉儿前来替小王爷治病，本是好事，因何王爷却似乎有爱难之处啊？唉，犬子虽然性情温顺平和，行事却颇有主见。他所患的心痛之疾，治疗多年，却毫无进展。如今他已对大夫毫不信任，本王是担心他不肯接受啊。讳疾忌医乃是人之通病，王爷还是尽量设法让他接受的好，也才不负皇上的关怀之意。说的也是啊，那不妨再试一试。请。王府之中的庭园景观，高雅别致，的确是不同于一般呐。没想到柴王爷竟有如此雅兴。不，王府庭院的规划皆是出自小王爷之手。哦，小王爷肯留在王府陪伴柴王爷，也算是难能可贵。哦，小王爷有宿疾缠身，使王爷不舍得让他出去住。启禀文官，你没见我有客人吗？过会儿再说。啊，不打紧的。柴总管，你去忙吧，不必招呼我们了。我们四下看看，不会走远。多谢二位体谅，恕在下失陪片刻。啊，请便。啊，告辞。本王的寿辰还有20几天才到，你可要留在青州，不许走啊！回王爷，包拯此行除了奉旨为贺寿钦差之外，皇上还要包拯代天巡狩，视察青州的军政。这段期间，只怕还得四处看看，无法常常来拜望王爷。本王就知道你闲不住。不过张冲在青州的表现，本王相信你查不出什么来。哦，王爷与张大人互有往来？啊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他总会来王府来探望本王。唉，大宋开国已经80余年，可是他对本王一直非常敬重。王爷此话怎讲？此事外人并不知晓。他家曾祖曾在前朝殿前为臣，因此他对柴家一直以孤臣孽子之心自诩。
本王再三告诫他，朝代更替乃是世事常态，连本王3代都感念太祖皇帝赐封郑王之恩，这他才逐渐释怀。但不知张大人的曾祖是前朝的哪位朝官？他是曾任殿前都点检的张永德大将军。难怪张大人文武双全，原来是名将之后啊！是啊，如今他能有如此功名，也算是不辱门楣了。王爷说的是。本王一向知道包大人公而忘私，不过还是要抽空到王府里来。哎，你我许久没有一齐了吧？王爷棋艺精湛，包拯恐非敌手。哎，你我棋力相当，胜败互见，这也正是我乐欲与你手谈的原因。届时，我再要向你好好的讨教几句啊。是，包拯恭敬不如从命。你怎么了？先吃药。来水，喝水。你可是心内绞痛？现在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请问，二位是？在下公孙策，我们是王爷的客人。谢谢，谢谢。请问你是？小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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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您是不是又犯病了？幸亏这2位帮我拿药。哦，多谢2位。小王爷，属下一再进谏，希望你不要一个人独处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属下实在是……可是，我就是要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候。那您还是回房休息吧。2位，我先告辞。啊，小王爷年少之时喜欢骑射，一次意外落马，左腿伤得甚重，所以就……可惜呀，小王爷相貌堂堂，玉树临风，偏偏遭此不幸，又深受疾病缠身之苦。小王爷看得很开，并不以为然。这份胸襟足以弥补所有的遗憾。慕容姑娘的确看尽小王爷优于常人之处啊。哦，小王爷的病情竟然如此严重。的确如此，师叔和婉儿的看法相同。如果不从根本治疗，只靠那些药丸来治标的话，他随时都会丧命。如此，岂不令柴王爷痛断肝肠？大人，小王爷真的不肯接受治疗吗？王爷正在设法劝他，若是不成，大人，如果他不肯治疗，婉儿就白来青州了。不过，无论如何，婉儿先去看看医书，寻找治疗的方法。等到有心得的时候，再和师叔商量。婉儿先行告退。公孙先生，婉儿姑娘真能找到治疗的方法吗？应该能。他对医理药学涉猎颇深，对小王爷的病症也有足够的钻研，这一点恐怕连我都比不上他。大人，属下已交代田青要多加忍耐。他把矿场的悲惨情景告诉了属下。这里边的确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。当利欲熏心之际，许多人往往会不择手段，受苦的总是那些无力反抗的贫苦大众。对了，大人，还有一件事，不晓得是否值得追查。哦，你且说来听听。属下碰到一名念子成风的妇人，她的儿子与人口角争执，被官府抓去就一去不回。官府的说法是他越狱而逃，不知去向。此事绝无可能。大人何以如此肯定？口角争执并未触法，何来拘捕逃逸之说？或许是此人另有案底，或许是官府处置之道。总之，其中必有隐情。但护卫不妨在循线追查，或查出隐藏的弊端。好，属下明天再去探个究竟。今日已拜望过柴王爷，从明日起，可以开始着手田青所说的矿场冤案了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田青既然说矿场由官兵监管，
不妨就由青州步军查起。你去州衙通知张冲，明日就安排本府前往青州步军各营。是，学生也这样去说，在驿馆之外撤除衙役之事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公孙先生，请坐，请坐。请。公孙先生来得正好。本座心想，包大人在探视过柴王爷之后，必定会开始视察军务。本座已将青州步军指挥召来，听候包大人调派。青州步军指挥范勇见过公孙先生。往后几天要麻烦范指挥了。末将恭候包大人视察，明日一早，末将会前往驿馆带路，陪同包大人视察各营。有劳了。还有一事，要劳烦张大人。公孙先生，请讲。包大人在青州还要查访民情民隐，然而却发现有衙役在驿馆门口禁止百姓接近，不知是何原因呢？本座是为了顾及包大人的安全，同时也避免闲杂人等惊扰到包大人。然而此举却有违包大人倾听百姓心声的本意。张大人还是将他们撤离的好。好，既然包大人有所交代，本座立刻命令他们撤离。他们都还听话吗？还好，有几个企图逃走，有些葬身山谷，有些属下下令把他们杀了。可曾将他们的尸首示众？有，也的确产生了吓阻效果。士兵们可有所表示？属下一再向士兵们说明，这些罪犯都是犯了重罪，被判罚苦役。官兵对格杀勿论，毫无质疑。这样就对，绝对不能放走任何一个。是。包大人这2天要来青州视察各营军备，我恐怕也没时间过来。这儿就由你全权负责。将军，如果包大人要看虎贲营怎么办？我不会安排他，而且山路崎岖，他也应该不会的。所以你就专心管好矿场就行了。属下明白。张冲算是有心了。他料到本府会立刻开始视察禁军。柴王爷说的没错，他的确没有辱没了他的曾祖张永德。大人说的是前朝大将军张永德？正是。大人和公孙先生都知道此人。不错，虽然事隔80年，可是知道前朝衰亡与大宋兴国的人，虽不敢公然论述，却在私下津津乐道。这是为何？这张永德究竟是什么人？他原本是前朝周世宗的殿前都点检。张护卫或许不明白前朝的官制，典前都点检权力涵盖本朝的枢密院与禁卫清军，全国的兵权尽在一人之手。本朝太祖皇帝就是以殿前都点检之职，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开创了大宋天下。我朝重文轻武，与禁军直属朝廷，正是为了防范藩镇兵权在握之故。即使那张永德曾经大权在握，却又为何让世人议论100年之久呢？传说世宗皇帝的时候，发现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“点检做天子”5个字。世宗皇帝认为指的是当时的殿前都点检张永德。
于是撤换了他的职务，由太祖皇帝接替。没想到反而应验了。那些都是牵强附会之词。真正的原因是，张永德功高震主，世宗皇帝为求自保，才将他撤换。世宗皇帝驾崩之时，幼主年方7岁。辽国与后汉合兵来攻，眼见中原即将沦入异族之手，太祖皇帝这才勉强受命，保住了汉家天下。为了表示不忘根本，于是封小皇帝为正王，并且世袭爵位。这便是如今2代相传的柴王爷。倘若当初周世宗没有撤换张永德呢？那就是千古谜团，任谁也无法论断了。不过，柴王爷3代的确感念太祖皇帝的赐封之恩，从未以前朝皇室后裔自居。由此说来，不管张冲曾经有多显赫的曾祖，到最后还是成了大宋的朝臣。不错，这就是改朝换代、世代更替的必然结果。大人，倘若田青所说的都是事实，属下认为，矿场里面一定是青州禁军，外地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到青州来，所以这件事情与张冲一定有所牵连。话虽如此，却不可断言。即使是青州禁军，也可能瞒住张冲私相授受。青州步军共有5个营，逐一查看，总能查出个端倪。大人，左卫营在城东5里，禁卫营依例驻守城内。大人明日2营皆看，也可以尽快看完。不错，如此才能查出究竟是否有官兵涉案。青州步军指挥范勇参见包大人。范指挥免礼。以后范指挥只要在军营等候，无需来见。包大人视察各营，末将理当亲自前来。不，你身为步军指挥，职责繁重，只要差人前来带路即可。本府不想因此而干扰了军中正常运作。是，末将遵命。哟，客官，你又来捧场，小茶馆还没开张吗？我想跟你打听点事。客官，你要打听什么事情？里边说话吧。啊，请啊！哎，坐，客官，请坐。我还是来问昨天那位大婶的事情。他的儿子丁忠，真的只是和客人争执？没错，是官府的捕快把他带走了。什么罪名？客官不是本地人吧？我是路过的。那我劝客官还是少管闲事。为什么？官府抓人，还需要什么罪名吗？即使真的要罪名，随便安一个就是了。官府可以随便抓人，那还有王法吗？那些人也不是完全没罪，多
多少少都是有点罪的。可是，一旦抓进了大牢，就没有人能回来。那官府是怎么说的？反正什么理由都有。总之，从此就是失踪，家人想见都见不到。我什么都没看，我什么都没看。你最好是保持这个样子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劫囚。可牢里没有一个囚犯，你要劫谁呀？人呢？都被带走了。被谁带走？带去哪里了？我不知道。好，我说，他们都被官兵带走了。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究竟带到哪儿去了。你真的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大侠，我其实说的都是实话，你把我杀了我也不知道啊。大侠。驿馆的衙役虽已撤走，还是要多注意城内的情形。在包大人离开青州之前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惊扰到他，明白吗？是，属下明白。大人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包大人呢？包大人想利用下午的时间来城里看禁卫营，所以决定提前回城，现在正在禁卫营里视察。包大人在青州期间，你就专心陪他。是。可是矿场那边，怎么？你不在，难道就没人管了？啊，不，虎贲营的刘通是末将的心腹，可靠得很。既然如此，还有什么问题？矿场的工人恐怕不够用吧？为什么不够用？有的病死了，有的想逃走。什么？有人逃离了矿场？大人放心，想逃走的全部被杀掉了。只要跑掉一个，就可能把整件事破坏。所以本座才要你用一个营的兵力去监视矿工。如果还有问题，本座饶不了你。是，末将明白。可是人手真的欠缺，能不能再送些罪犯过去？还送罪犯？我已经找尽理由送过去了。难道你要把全城的老百姓都送过去？郭捕头，无论如何你得想想办法才行啊！好了，就算人手不够，现在也不能妄动。包大人离开青州之后再说吧。是。参见包大人。包大人今日连番视察左卫营与禁卫营，想必辛苦了，还请早点歇息。勘察军务乃是本府职责所在，何来辛苦二字？是，明日安排的是右卫营，在城西10里。明日一早，末将派人前来带路。且慢。青州步军另外2个营又在何处？回报大人，后卫营在城北10里，虎贲营在寿光县。寿光离此地有多远？虎贲营的驻地比较远，末将担心当日无法往返。包大人可于离开青州之际再做视察。范指挥说错了吧？公孙先生的意思是？寿光县地属山区，
距青州城不过15里地。虽然山路崎岖，可是大人乘坐马车，约莫1个半时辰就能够到。另外，视察军营大概也只要1个时辰。倘若明日清晨出发，天黑之前就能回到城里。你怎么说当日不能往返呢？公孙先生怎么会对寿光如此熟悉？啊，在下看过《寿光县志》，也看过《行军图》。范指挥，在下说的可是正确？啊，公孙先生说的没错。好，本府明日就先看虎贲营。这末将是担心包大人受不了山路难行。本府既然是前往视察军务，又岂怕山路难行？莫非范指挥认为本府就受不了些许的劳苦不成？啊不，末将不敢。既然如此，明日就一早出发。怎么办，大人？大人，大人怎么办呢？包大人明天要到寿光去看虎贲营，这下麻烦可就大了。冷静点，他要看，你就带他去看嘛。慌什么？可是虎贲营除了留下1个都的兵力之外，其余的全在矿区啊。到时候点阅官兵会一一按照名册来对照，到时候临时安排根本就来不及啊。你就不能把虎贲营调回寿光？调回去？哼，矿场到寿光距离不到20里地，要虎贲营尽快离开矿场，急行军赶回寿光。再加上拔寨安顿，只要3、4个时辰就能够恢复正常。等明天包大人到的时候，就任由他点阅，又有何惧？可是矿场就没人看了。暂时停工，把矿工全都关起来。郭北，大人，你带着可靠的捕快衙役赶上山去封住路口，任何人不准下山。等包大人离开寿光之后，虎贲营再赶回矿场交班。是。大人毕竟智慧过人，末将由衷敬佩。简单的调兵遣将都无法安排妥当，你这步军指挥是怎么干的？是，末将知罪。那你还不快去？是，末将这就去办。敲锣，立刻停工，所有人都回去。行了，停工了，回去了，李大叔，我们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，我们去看看。走，快走，快点，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哦，牢中的人犯全都被官兵带走了。大人，田青说许多矿工只不过是犯了一些小错，却被抓到矿场采矿，如今证实确有其事。属下认为，他们一定是青州禁军，否则不可能去大牢待人。大人，倘若州衙和禁军之间相互勾结，那张冲就涉嫌重大，只有他同时拥有这2种权利。大人，是否马上对张冲采取行动？还不行，不能排除是他的下属思想受伤。此事不能过于急躁，
必须通盘考量，绝不能让对方有所警觉，否则他们为图脱罪，极有可能毁掉矿场，杀害矿工。大人之意是依照原定计划，明日去看虎贲营。不错。与此同时，展护卫在城里打听那些被官兵抓走而又失踪的人员家属。倘若他们愿意出面作证，对处理此案必定会有所帮助。属下明天马上去办。马汉，属下在。叫张龙、赵虎将田青带到厅中来，本府有话交代。是。外面官兵还是没有回来，一个都没有。哎呀，这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？他们会不会就不管我们了？不会的，还有那么多金矿，没人舍得放弃。哎，那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不知道，很可能田青真的逃了出去，甚至有人正在追查金矿的事。老天爷，帮帮我们，快救我们出去吧！田青，本府已着手侦办你所说的冤案。然而，若是能查出矿场的所在之地，全案必可侦破。本府若让你出城去找，是否可行？大人，只要离青州城20里之内的范围去找，曹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。大人，青州群山环绕，恐怕要费不少时日才能找到。如果从山脉的走势和岩石的色泽这2个方面去和矿场比较，不符合的就不细看，相信这样可以节省许多时间。哦，单凭这些便足以分辨？大人，勘矿师原本就具备这样的专业本领。既然如此，明日就开始一处一处寻找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你2人明日不必随本府视察虎贲营，带领一个小队人马，将那田青混入其中，再找个合适的理由出城。去吧。是。草民告退。此案虽然要查，却不能忘却为小王爷治病之事，还请公孙先生与婉儿研商治病之法。待明日由虎贲营返回之后，让他随本府一同前往王府。是。师叔，婉儿已经想出了治病的方法，正准备向您去请教。想到了法子就好了。昨日只是匆匆地替小王爷号上一脉，虽然知道他气血不通，不过最好还是经过完全确认之后再做定论。婉儿也希望如此。可是小王爷根本不肯接受治疗，婉儿担心他也不会配合任何的诊疗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大人说，明日带你再去王府，说不定柴王爷已经劝动了小王爷，再去试试吧。婉儿会预做准备的。婉儿，这儿住的还习惯吗？这里很好，窗明几净，简单朴实。虽然比不上宫中的华丽，却多了几分宁静。你
你是什么时候进宫的？ 6年前，我家意外失火后，全家人葬身火窟。我虽然逃过一劫，却只剩下孑然一身。当时，宫中正在甄选懂得医药的宫女，地方官府知道我从小学医，又可怜我孤苦伶仃，于是 就将我提报参选，没想到我侥幸被录用进宫。从此，我便一直待在宫中，直到升任司药女官。还记得那年，我只有14岁。 都怪我。当时我还没有追随大人，正在四方游历，闻得噩耗，赶回故里，却已人事全非。地方官府又不肯透露你的行踪。婉儿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师叔不必介怀，这些年婉儿过得很好。 地方官府不肯透露婉儿的下落，可是他们也是遵从宫中的禁令，一旦进了宫，是不许和外界联系的。当年，你爹的医术远远超过了师叔，这也是我弃医不做的原因之一。 当初要是我不离开，也许……师叔千万不要这样想。我爹一生钻研于医药之学，并且乐在其中。师叔你博学多才，自当多方涉猎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协助包大人惩奸除恶，造福百姓啊！婉儿，你的确是长大成人了，如今 反倒需要你来劝慰师叔，实在惭愧。不过，庆幸的是你总算继承了你爹的衣钵，相信小王爷的心痛之疾，你一定能够治得好。多谢师叔对婉儿的信任，婉儿定当全力以赴。 我们是开封府包大人的随行官兵，奉包大人之命出城公干，其余放行。放行。小宝，客官，是你啊！你那么早就来了？哟，客官，这么早，有什么事吗？有件事跟你商量，里边说吧。好，里面请，里面请啊！来，参见包大人。刘通，属下在。你接任湖奔营指挥多久了？ 回大人话，属下已4年了。你自认湖奔营官兵的战力如何？啊，包大人，
虎贲营的官兵。范指挥，本府不是问你，是，末将多言了。你不必焦虑。昨日，本府看左卫营、近卫营，的确称得上是军容壮盛，纪律严整。然而，今日看虎贲营却有所不同，才有意询问。是，末将明白。刘通，答本府问话。啊，回包大人，属下自认为虎贲营不输其他各营。哦，那么为何本府却觉得虎贲营的官兵面带倦容，精神不振，不像其他各营那般精神抖擞？回包大人话，虎贲营驻扎山区，驻点分散，包大人亲临视察，属下紧急将各据点官兵调回，因此昨夜睡眠不足，以致精神不佳。哦，范指挥是昨天通知你的？啊，正是。啊，包大人临时决定视察虎贲营，末将唯恐视察不及，所以才先行通知。你求好心切，本府明白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岂不显得本府勘察军务，反而造成了官兵困扰？不，末将绝无此意。也罢，究竟是否得宜，日后本府自会斟酌。不过除此之外，虎贲营的整体情形，可算是差强人意了。哦，谢过包大人。也不是这儿。没关系，我们明天去西边看看，耐下心来，总能找得到的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还要回去和张龙会合，一起回城。走吧。嗯。哎，师哥，你们可来了！里面坐，里面坐。来，您的茶，我等了很长时间了。如此说来，林掌柜认为那些家属愿意出面吗？当然，你想，他们的亲人被抓走了，又莫名其妙的失踪，他们心里能不急吗？那就好。等时机成熟了，我会把他们全部都找回来。高官，您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呢？我只不过是个江湖人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林掌柜，你不要害怕啊！是是是。哎，几位官爷，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，几位官爷这边坐，来。哎呀，来，几位官爷。衙门的部快来了，我不能再说了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。欢迎4位光临本店。哎，你们慢慢用。小宝，来壶上好的香片。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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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了来了，磨蹭什么呢？包大人，请。包大人，本王也曾试图让犬子接受慕容姑娘的治疗，可是王爷，婉儿对此颇有信心。就算没有绝对把握，试上一试，总是有益无害呀。这个，启禀王爷，属下本没有插嘴的资格，可是小王爷受心痛之苦多年，若是慕容姑娘能治好此病，也是小王爷之福分呐。那好吧，你就去请小王爷来一趟吧。遵命。
王爷请放心，只要小王爷肯来，婉儿有信心可以说服他接受治疗。哎，慕容姑娘的好意，本王明白。但是令本王担心的是，她未必肯来呀。不，我不去。小王爷，柴路，你明知道我的性格，为何不当场拒绝呢？包大人一番盛情，再说慕容姑娘对你的病术有专攻，王爷实在难以拒绝呀。我这病根本就是这样，死不了也治不好，又何必再去麻烦人家呢？说不定慕容姑娘真能治，何不让她试试？你信吗？这……凭父王的财富，王爷府的地位，这么多年，我什么有名的大夫没看过，甚至连皇宫的御医我也试过不少。结果呢？每次犯病的时候，还不是一样，得靠那些药丸来救命。慕容姑娘小小年纪，试问，她怎么可能把这群医束手无策之症治愈呢？唉，包大人和慕容姑娘在前厅等候，小王爷若不前往，岂不令王爷难堪啊？父王应该不勉强我才对。包大人和王爷是莫逆之交，包大人一片关怀之情，王爷怎好拒绝？也罢，我自己前去婉拒就是。启禀王爷，小王爷来了。哦。小王爷，请。孩儿参见父王，见过包大人。小王爷。慕容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玉儿，你坐下。父王，包大人是长辈，长者在座，又岂有孩儿的作为？小王爷言重了。小王爷不良于行，还是坐下说话的好。长者赐，不敢辞。柴玉僭越了。玉儿，你肯来，让慕容姑娘给你诊治，倒让父王颇感意外啊。父王，孩儿今日来，不是为了治病的。那敢问小王爷，你若不肯治病，又为何前来？包大人关爱之情，慕容姑娘医者仁心。在下今天不来，岂非有失于礼？那小王爷既然来了，又为何不肯让婉儿治病呢？请问慕容姑娘，自比宫中御医如何？婉儿不明白小王爷这句话的意思。王府与宫中御医素有渊源，
也曾经有不少人自动请缨来帮我诊治，可是也不过如此。慕容姑娘，你的医术精湛，可是难道你比宫中御医还要高明？玉儿，你……小王爷，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那些医者的确德高望重，可是他们治不了的病，婉儿却未必治不了。如此说来，慕容姑娘一定是师承高人了。常言道，只有状元徒弟，没有状元师傅。婉儿并非是有高人指点，婉儿的医道是由家中自成，以及自己研修的结果。虽然不敢自诩第一，可是治疗小王爷的病，却十分的有把握。慕容姑娘可能自认很有把握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再试了。包大人，请恕柴玉无礼。父王，孩儿先行告退。柴玉，婉儿，不得无礼。大人，婉儿敬他是王爷之子，便好言相劝。可是现在看来，他不过就是个胆小怯懦的无知莽汉。婉儿为何不能直呼其名？慕容姑娘，父王，孩儿倒想听听，慕容姑娘到底此话怎讲？慕容姑娘，我在等你说明，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，又怎么会是个无知莽汉？你素疾缠身多年，访遍了名医，仍无法根治。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，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，怕受打击？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？医道医理博大精深，浩瀚如海。多少医者前辈，钻研一生仍不能尽得其妙。你不过就是看几个大夫，做过几次诊疗，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，再也不做任何的诊疗。你这不是无知莽汉吗？小王爷，婉儿说的是否合理？慕容姑娘，你言之有理，而且句句发人深省。好，我为我方才说的话道歉，也希望慕容姑娘你不计前嫌，为我诊治。